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琉璃。暗黑4的 PTR 呢，已经在昨天的凌晨开启了。由于这次 PTR 里暴雪拟人进度大幅提升，以至于琉璃在第一天就玩了20个小时，所以这一期视频呢是本来应该在昨天就发的 PTR 游玩和常见问题的指南。我会按照屏幕中的顺序为你介绍之前视频和暴雪蓝帖没提到的 PTR 内容。目前的 PTR 版本会持续到4月10日凌晨为止。当前的 PC 版呢是只有战网端和 Xbox 的用户可以参加 PTR 的，而 Steam 的玩家就算你买了游戏也没法参加，因为这一次的 PTR 呢属于是只更新在战网端的版本 ，Xbox 那边启动游戏本身也是战网启动，所以呢，如果你是 Steam 玩家也想玩 PTR， 那么就可以去买1个月的 Xbox 会员，然后把自己的战网号也绑定到 Xbox， 然后再去下一个战网端，就能用自己的账号去参加 PTR 游戏了。不过想要流畅游玩 PTR 的话呢，一个稳定的网络环境是必不可少的。这里琉璃推荐你使用悠悠加速器，它不仅可以加速你的游戏，还能加速你的战网下载速度，让你下载 PTR 客户端更加轻松。这次的 PTR 我下游戏用的就是悠悠，效果非常不错，半小时就搞定了下载。如果你此前没有使用过这个加速器的话，可以在下载加速器之后呢，点击右下角的优惠兑换琉璃子这个专属口令，你就能兑换到悠悠加速器的免费时长了。你可以利用这个免费时间来下载并游玩 PTR。如果你是新人不懂怎么下游戏的话，悠悠还内置了各种实用的攻略，从战网教程到互动地图和模拟加点都应有尽有，可以照亮你的暗黑之路。在战网端进入游戏之后，选择公共测试服，并且进入游戏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建号直升了。建立一个自己想玩的角色之后呢，进入游戏，然后小退，你就可以发现这个角色可以跳过剧情了。点击跳过剧情之后，我们再进入游戏，角色就会直接进入基号瓦莎主城。这个主城传送点旁边有一个 NPC， 你点击它，然后选择对话，就可以直升100级了。同时能获得2套920级别的传奇装备，还有大量的金币材料和回果配方。这一个环节是可以无限制进行的。我建议各位在开始正式游戏之前多囤几个小号来反复刷装备和囤积材料。因为 PTR 后期的内容对银物水晶的需求非常高，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高效刷太古级别的装备，也就是屏幕中这种带特殊标记的装备。需要注意的是，目前 PTR 有 bug， 小号的直升它会重置大号的能量宝典，把所有的未能等级都回退成1级，所以你之后没有材料了，想要再用小号刷材料，最好先刻印完自己的装备再建立小号。如果你小退跟大退都没有办法让角色跳过剧情的话，那么就花10分钟做一下主线，直到主城，然后再去跟 NPC 的对话，就能直升100了。通过这种方式直升100级会跳过剧情，所以会没有坐骑可以用，但我们只要和主城门口的这个 NPC 对话，然后花费几万金币去购买一匹坐骑，就能解锁骑乘的选项来效率赶路了。正式服的部分皮肤也会被继承过来。PTR 的一个主要测试功能就是铁匠的回火，它的效果简单点说就是给装备加磁条。传奇装备可以通过回火额外获得2个磁条，而暗金装备是没法通过回火获得额外磁条的。这个回火本身呢也是需要配方的，每一件装备都有不同的回火配方可选。在选中配方之后点击回火，你就可以花费少量的材料为你的装备添加一个配方中的随机磁条，比如死灵的头部就可以通过配方添加一个增加衰老或者卷须范围的回火磁条。如果这一次回火添加的磁条让你不满意了，你就可以再次选择这类的配方，然后再重置回火的磁条。每一件装备最多可以被这样操作7次，7次之后呢就不能进行回火，也就是定型了。游戏中在直升100后会默认解锁一些配方，但还有很多的配方需要我们在游戏中刷出来。游戏中呢目前存在252种回火的配方，排除稀有度的关系，每个职业也有数十套可以用。比如琉璃的这个鲜血回火配方，它可以减少血雾的冷却或者延长血雾的持续时间，是我刷奇尔勋爵掉落的。这些配方一旦掉落就可以被无限的使用。目前呢刷配方的最好方式就是打游戏中的各种 BOSS， 比如精纯鲜血召唤的奇尔会掉落鲜血类的配方，而瓦尔森会更容易掉落暗影类的配方。除此之外，打狂潮或者梦魇地下城也有概率掉落你之前没有的回火配方，只有大秘境目前看起来是不会给的。所以呢，如果你缺配方的话，建议是刷 BOSS 和狂潮，尤其是死灵啊，建议进了 PTR 就刷狂潮，弄点提纯鲜血，刷奇尔，再把鲜血配方搞到手。之后呢，血雾就可以跟琉璃一样全程维持了。被回火成型的传奇装备或者是暗金装备，还能再被我们大师强化一次。大师强化的主要材料来自于深坑。这个考古于暗黑3的大秘境系统是目前游戏新的终局内容，实战起来的体感是很不错的，就是直接消耗门票开门，然后进图一路杀，打满进度之后再把 BOSS 解决了，就可以得到最后的战利品箱子了。高层大秘境的怪物等级会变高，不过呢，目前暴雪似乎是锁了大秘境的难度的。100层之后，我们遇见的所有怪物都是199级的，层数的提升只会增加通关宝箱的奖励，不会提升这些怪物的等级。
直到你200层通关了，打的还是119级的怪物。所以如果你能通关100层，那么就肯定可以通关200层了。估计正师傅会修复这个 bug， 让我们有最高300级的怪物可以打。大秘境会根据层数掉落不同的大师强化材料，这些材料可以用来进行大师强化。不过呢，你能刷高层是一定要刷高层的，因为高级的材料可以在药剂师这里按照1:5的比例换成低级的材料。目前这些材料的获取是非常容易的，我在140层大秘境一把可以掉600多个传奇材料，不知道正师傅会不会改这个比例。但是呢，大师强化对材料的消耗量也非常高就是了。铁匠这边可以通过消耗前面提到的材料用来强化我们的装备。和正师傅的强化不同，大师强化是不会增加装备的基底属性，也就是武器的点伤、手势的抗性，而是呢会增加下面的词缀。1到3、5到7、9到11这9个级别都会提升装备下半截所有词缀 5% 的属性，这也包括了我们回火上去的词缀。强化到12级，默认所有属性提升了 45%， 而4、8、12这3个等级比较特殊，不会增幅所有的词缀，而从中挑选一个直接增幅它 25% 的属性。如果你运气够好，3次全命中，那么就可以让一个词缀提升 125%， 装备上的2级技能可以这样变成4级，3级技能就可以这样变成6级的了。不过这个强化本身是有失败率的，4级之前是不会失败的，5级开始强化就会有失败率了。不过呢，失败它只会消耗材料，不会降低等级，而且还会直接增加你下一次升级的成功率。只要你刷得够勤快，那么全身加12是很简单的。但想要3次额外全命中自己需求的词缀就很难了，因为这个大师强化它是还能回退的，我们可以直接一键取消强化等级，从头再来。所以呢，直到现在我一直在刷材料来反复的强化自己的太古装备。可以预见的是，正式服这也会非常消磨时间。PTR 中的地狱狂潮也进行了改版，目前的地狱狂潮是个人非常推荐你刷的区域，它最大的改变是新增了一个进度条，还有一个类似 SR 绿潮的小 boss。进入狂潮之后，我们杀怪、开箱、做事件都能长进度条。这个进度条长高了之后，会有地狱大军狂怒、愤怒等等的提示，每提示一次，我们附近刷怪的频率都会变高。在完全满营之后，它会消耗掉在你附近刷出一大波精英和你战斗。战斗呢会以名为魔翼的精英登档来收尾，击败它你就能概率获取区域内专属的消耗品心脏了。这个新将开张也能获得的，而且是不会随狂潮重置的。我们消耗这个心脏就可以去召唤一个特殊的 boss， 击杀掉它呢就会掉落提纯的鲜血了。这2个新机制有2个比较变态的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可以互相叠，你可以用召唤 boss 时刷新的怪物来增加自己的狂潮进度条，来让地狱大军狂怒。第二个点就是每一个人在狂潮区域内也是能互相叠加这些效果的，别人进度条满了，召唤的怪物可以叠加你的进度条，那么这就导致我们在狂潮区域内只要积极的寻找其他玩家，就能互相在一个小地方无限刷怪很久很久了。配合狂潮内新增的一些柱子，甚至可能会出现我们刷了10分钟就满地传奇要回城清包的情况。而这个狂潮内除了掉鲜血的怪物，还有掉钢铁的箱子之外，本身还有比较高的哥布林刷新率，因为哥布林现在也会掉 BOSS 的门票了。配合狂潮内的一些悬赏任务，一个3到4人的小队刷1小时狂潮，凑一凑材料就能连续去打半个小时的 BOSS 了。这次的每个职业更新的几个暗金呢，对应的 BOSS 列表如下：如果你是冰封球法师，我建议你先刷奇尔搞一个冰封球的项链。而这些的 BOSS 呢，现在还增加了一个200级的版本，每一个 BOSS 召唤的地方，你都可以选择消耗5倍的材料和大秘境里的门票，来额外召唤一个200级的版本。这个200级的版本的 BOSS 是非常强力的，专属技能可以让你进入永久的受伤翻倍效果，而且可以叠加。而且他们的血量我估计得有上百亿了，我的傀儡已经被优化到普攻3、4千万了，2人难度还花了2到3分钟才能打死他。杀死这些 BOSS 之后呢，掉落的暗金一定是925的，而且会有一定概率是稀有暗金。杜瑞尔也有一个200级的版本，我们昨天就打了1次，但有人掉了个稀有暗金。安达利尔呢，目前召唤门票有 bug 还打不了，等之后 bug 修正了，我应该会第一时间发一个与他战斗的视频出来。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正在调整自己玩法的琉璃，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